欢迎大家来到 Pony 聊天时间，我是小夏，我是麦麦。哇，小夏，今天的天气好舒服啊！我来电台的路上一直在听音乐，感觉心情特别好。哈哈，怪不得你今天这么开心。其实我也一样。好啦，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很多人都需要，但又不太想面对的主题。对，就是看病。说到看病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，生病的时候特别没力气，然后又得跑医院，真的很不想动。我也是，每次肚子疼、头疼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希望有一个人可以马上来帮我。哈哈，你这是想找保姆吧？哎呀，不是啦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就从最简单的先说，比如怎么说我生病了。小夏，你平时如果不舒服，你会怎么说？我一般会说我不舒服，这个词大家应该很常听到，也很好懂。对，而且我不舒服可以用在很多地方，比如肚子不舒服、头不舒服、喉咙不舒服都能用。如果想说的更重一点，可以说我生病了。这个词我们一定会用到。生病就是身体有问题，需要休息，可能要去医院。对，像我前阵子喉咙痛，我就跟朋友说，我生病了，我喉咙很痛。那我们今天也可以先教几个常见的身体问题，比如头疼、肚子疼、发烧、咳嗽。说到咳嗽，我其实今天早上喉咙有一点痛。真的啊？那你现在还好吗？还行，就是有一点干干的。这个干干的不算难词，就是喉咙像沙漠一样，没有水的感觉。我想等节目结束，我就去买一杯热水。说到这个，我觉得在中国，如果你跟别人说我喉咙痛，很多朋友都会跟你说喝热水。对，这是中国人最经典的一句话，身体哪里不舒服都可以喝热水。不过，如果真的很不舒服，喝热水可能不太够，就要去医院了。如果真的不舒服，就要去医院。那我们先从最常用的句子开始，就是我要去医院。对，这句话很重要。医院应该大家都认识，就是看病的地方。很多外国朋友第一次来中国，会问我要怎么找医院啊？其实现在很方便，手机上就能看到附近的医院。而且中国很多医院都很大，人也很多，所以大家第一次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乱，有一点不知道该去哪儿。对，这里我们要用到一个词，挂号。挂号可能有一点难，对吧？对，挂号其实就是先告诉医院你来了，你要看病，然后医院会给你一个号码，等到叫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看医生。对，就像排队一样，你先拿号码，等到你的号，医生就会帮你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自己挂号的时候特别紧张，我不知道要不要先去窗口，也不知道要不要先在手机上点。哈哈，你现在说起来都好可爱。哎呀，后来我看见旁边有一个阿姨，她拿着手机在操作，我就看了一下，结果她发现我在看她的手机，她就问我，小姑娘，你也是第一次挂号吗？哇，好热心啊。是啊，她就跟我说，你点这里，这个地方写着挂号，然后你选你要看的科。她说的科就是医院里面不同的部门，比如看肚子的地方，看眼睛的地方，看骨头的地方。对，比如内科、外科、眼科、骨科。不过这些我们今天不会全部讲，我们只会讲跟看病这个主题最常用的。对，像今天我们主要讲一些最基础的，比如头疼、肚子疼、发烧这种，所以一般都会去内科。内科就是看身体里面的问题的地方，比如发烧、咳嗽、肚子痛这些。那我们来教一个很实用的句子，我想挂号。对，超级有用。如果你不太会用手机挂号，你也可以去窗口跟工作人员说我想挂号。工作人员一般都会问你，你要看什么科？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内科。
或者你也可以先告诉别人哪里痛，比如我头疼，他们也会帮你选科。有一个词叫号，如果有人觉得有点难，我来解释一下。好，你说。叫号就是医院会叫你的号码，比如你是25号，那听到25号请进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进去看医生了。对，有些医院上面会有一个大大的电子屏幕，会亮着号码。如果你看到你的号码，你也可以进去，不一定要听工作人员叫。对，所以要认真看，因为有时候医院人很多，声音比较吵。挂号说完，我们下一步就是见医生。对，也是大家最紧张的部分。很多人都会想，我要怎么跟医生说我哪里不舒服？现在我们来演一个最典型的场景，我当医生，你是来看病的病人。好，我来演一个头有点痛，喉咙也不太舒服的学生。很好，那开始吧。你好，请坐。你哪里不舒服？医生你好，我头有一点疼，喉咙也痛。头疼和喉咙痛，对吗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？昨天晚上开始的，今天早上起来更不舒服。我知道了。那你今天有没有发烧？好像有一点，我觉得身体很热。那我给你量一下体温，等一下。好的。你有点发烧，最近有没有咳嗽？就是一直嗨那种。有一点，但不太严重。好的，我再看看你的喉咙，你张嘴，你的喉咙有点红，可能是感冒了。哦，原来这样。我给你开点药，吃了应该会好一些。谢谢医生。好了，刚才有一个词，我觉得一些同学可能会不太懂，就是量体温。对，量体温就是看你有没有发烧。医生会用一个小小的机器放在你的额头上，或者放在你的腋下，几秒钟就能看到你的温度。对，这个词我们生活中也会用，比如妈妈摸你的头，觉得你很热，她也会说你去量一下体温。还有一个词叫开药，刚刚我演医生的时候说，我给你开一点药。开药就是医生告诉你要吃什么药，会在电脑里写好，然后你用那张纸或手机信息去拿药。对，就是医生让你吃哪种药，怎么吃，叫开药。这个动作只有医生可以做，对吧？对，一般人不能给你开药，只有医生才可以。我发现医生有时候问的问题差不多，比如你痛了多久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对，这两个都是医生最常问的，因为医生要知道你的问题有没有变严重，或者是不是突然发生的。那我们可以再教一个句子，昨天开始的，或者今天早上开始的。对，还可以说3天了，就是你已经不舒服3天。那医生还会问什么呢？他们还会问一个很常见的，你有没有吃过什么药？啊，对，这个超级常见。比如你前一天已经喝过感冒药，你就可以说我吃过一点药，或我没吃过药。对，这样医生就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做过什么。我以前看病的时候，有一次特别紧张，因为医生的问题太多了，我怕我听不懂。哈哈，我也有过这种时候，但其实医生说的这些问题都很基础，而且每次都差不多。对，大家只要听到哪里不舒服，多久了，有没有发烧，吃药了吗，基本上就明白了。其实中国的医生说话节奏很快，但如果你听不懂，你可以说慢一点吗？对，这句话非常有用，医生听到一般都会放慢速度。刚才我们已经见过医生了，现在最重要的部分来了，拿药。对，很多人在中国第一次拿药的时候都会有点迷路，因为有些医院很大，房间也很多，不知道药房在哪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一直在走来走去，后来我看见一个门上写着药房2个字，我才找到。对，药房就是拿药的地方。你看完医生之后，医生会把药的信息发到你的手机里，或者给你一个小小的单子。那你只要拿着那个信息或者单子，就可以去药房排队了。
在药房我们还会用到一个词，取药。对，取药的意思就是去拿药，把药拿回来。工作人员一般会问你，你来取药吗？你就可以说，对，我来取药。其实这个词很简单，就是拿药的意思，只不过医院喜欢用取这个字。取药的时候会看到有些药是饭前吃，有些是饭后吃。我觉得要解释一下，就是饭后吃。对，饭后吃就是吃完饭以后再吃药。如果要写饭前吃，那就是吃饭以前吃药。对，还有一种是睡前吃，就是睡觉以前吃。不过大部分的感冒药都是饭后吃，因为这样肚子不会不舒服。我之前有朋友，他第一次来中国，他看不太懂药袋子，结果本来应该一天吃2次，他一天吃了4次。哇，那真的太多了。对，他吃得太快了，然后就一直很困，一直想睡觉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怎么吃这句话特别重要。如果你不太确定，就问一下。对，这样很安全。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完病，也拿到药了，接下来就是回家休息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多人以为吃药就够了，其实休息更重要。对，比如感冒的时候，如果你不休息，只吃药，可能会好得很慢。而且医生也会说多喝水，多休息。对，中国人真的很喜欢说这句话。说到休息，我想起一件很温暖的事，如果你生病了，朋友会不会来照顾你？当然会啊，中国人很喜欢互相照顾。比如朋友会给你买粥、买水果，还会说你要多休息。对，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，中国人在别人不舒服的时候都会很关心。比如你生病了，我一定会说，你还好吗？要不要我带点吃的给你？对，而且中国人特别喜欢说一句话，多休息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啦。希望你听完之后能学到一点点有用的中文，也觉得跟我们聊天挺轻松的。对，如果你喜欢这种边聊天边学中文的方式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每次有新节目，你就不会错过啦。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你还想听什么主题，我们之后都会做成节目，陪你一起把中文说得越来越好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